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楚西瑶以死相逼，求来的婚姻才不过10年，就要把他的命给搭进去了。他心里期盼的旅行，却在走到船上的那刻，生命终于要终止了。而楚西瑶却还幻想着能有一个美好的旅行，或许人一高兴就会怀孕了。一切不过是虚幻的泡影。瑶瑶，如果海上风浪太大，你会害怕吗？有你在，我啥也不怕。楚西瑶温柔地靠在丈夫怀里，听到他急切的心跳声，以为是在意自己，心里一阵荡漾了。然而丈夫接下来的话彻底让她坠入冰窖了。瑶瑶，你一死，所有人都解脱了。李俊辰，你在说什么？她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一脸狐疑地盯着丈夫，而却等来肆意的一笑。瑶瑶，你毁了我的爱情，让我和相爱的人分开10年，你要如何还我？李俊辰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楚西瑶被他扯住胳膊，想要挣脱，却被死死地扣住手腕，一阵的剧痛让他小脸煞白。而对面的人笑得更诡异了。楚西瑶，你爸早就死了，你现在是孤家寡人，只要你也死了，你手里的钱和一切就都属于我了，而我就可以拿着这一切跟爱的人永远的在一起。说完，趁着海浪拍打过来，李俊辰猛地将他推向大海，才不过顷刻间，楚西瑶就被卷进海浪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把人推下海，李俊辰就开始演戏，配合船上警察调查情况，而他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，让已经死去的楚西瑶看得只想伸手掐死他，但手伸过去的刹那才发现自己根本碰不到任何人。原来人死后真的如同泡沫一般渺小，毫无破坏力。楚西瑶的身体渐渐变得透明，在一阵强光的吸引下，终于彻底消失了。再次醒来，楚西瑶坐在床边，望着屋里熟悉的环境，许久才终于确信自己这是重生了，回到10年前自己要嫁给李俊辰的3天前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老天让她重来一次，该来的迟早要来，但自己只想为自己而活。那些觊觎她的财产，以及从结婚就开始背叛自己的人，她一个也不想放过。瑶瑶，妈妈刚蒸的包子，赶紧洗手吃饭。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楚西瑶温柔地抱住母亲，10年未见，只觉得一切都像是一场梦。这一次，她不会嫁给李俊辰，不会让自己父母有一丁点的闪失，没有婚礼，他们也就不会出意外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一家3口就能一直守在一起了。我不打算嫁给李俊辰了。妈妈也觉得你们不合适，那我这就去跟李家说，取消这场婚礼。只要还未举行婚礼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楚西瑶笑着摇头，妈，我自己来解决，不费力气就能让他们知难而退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张阿姨给介绍的相亲对象。话说一半，就听到门外敲门声，两人都默契地闭嘴了。母亲去开门，竟是一脸憔悴的李俊辰。伯母好，我找瑶瑶有事。你们聊，我先去厨房了。母亲转身下楼，屋里就只有他们俩了，气氛有些紧张。李俊辰着急，轻咳一声就开口，瑶瑶，我考虑过了，咱俩的婚事能不能取消？反正还未登记，现在取消了，对彼此都没有影响。但你要是非要结婚，
我也愿意配合你。只是话说一半，楚西瑶笑着打断了：李俊臣，你说的对，咱俩还没有登记领证，现在取消婚礼是最合适的时机。既然你不想娶我，那就一拍两散，和平分手呗。李俊臣没有想到，他竟一口答应。本来还想再多要一些钱，现在竟搬石头砸自己脚了，整得他一时无语。屋里的氛围更为尴尬了。李俊臣木讷的一笑，想要缓和气氛，却听他淡淡的来一句：李俊臣，既然婚事取消，我在这祝你能找到心爱的女人，分手还是朋友，我真心的祝福你。瑶瑶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楚西瑶淡淡一笑，单纯祝福你的意思，既然话都说清楚了，你该走了。谈得并不顺利，李俊臣只能走出卧室，阴沉着脸走到楼下的客厅，就遇到了楚西瑶母亲，挤出一丝笑：伯母，我和瑶瑶的事，您要多帮我。瑶瑶没有告诉你，她的事，我们做父母的不会插手。俊臣，你既然想着退婚，瑶瑶也同意了，以后要没事就别来找瑶瑶了。他本来也没看上这个女婿，现在两人分开了，也是皆大欢喜的事。李俊臣无力反驳，只能低头离开了。回到家里，李俊臣的母亲就焦急地走过来：儿子，有多要道钱吗？妈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现在好了，婚事彻底吹了。李俊臣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，竟不知如何收场了。婚礼取消他并不在意，但母亲手术费的钱，以及他要开店做生意的钱，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数目，让他去哪里借？李俊臣母亲也不恼，轻拍儿子大腿一下：傻儿子，现在瑶瑶正在气头上，你过几天再把她约到家里来，我出面哄哄她，你再说些软话，她还不是乖乖的嫁给你。不过妈可提醒你，在结婚前的日子，你可不许跟那个女人来往了。妈，我都懂。李俊臣心里又开始飘飘然，毕竟一旦娶了楚西瑶，他娘家财产和公司以后可都是他的，娶一个女人少奋斗20年，是个男人都不会放过这个跨越阶层的机会。然而他这次想得太完美了。楚西瑶在他走后就收拾自己衣服，准备明天去外地旅行。为了能够放松心情，更重要的是他想躲开李俊臣的死缠烂打。楚西瑶来到火车站，爸妈一起来送行。临近站时，老爸才低声说：瑶瑶，等你这次旅游回来，就乖乖去见相亲对象。听你张阿姨说了，是个优秀的军官，难得一见的帅哥，家世清白，人也出挑，保证你见过绝不后悔。他无奈抱一下爸妈：好啊，等我回来一定见一下你们说的极品男人。坐了一天火车，终于在天黑前来到目的地了。楚西瑶把行李箱丢在酒店，就去附近的美食街，想不到竟让他遇到了会改变自己一生的男人。喂，美女，天空下雨了，不如坐的车回家。一个男人把车停在一旁，下车时手里多了一把伞，殷勤而贪婪的样子让楚西瑶只想逃离。然而男人预判到的，伸手拦住他的去路：美女，我好心好意送你回家，不用这么不给面子吧。我有男朋友，他马上就过来了。那我陪你一起等他。男人不依不饶，似乎认定了楚西瑶今晚必定要拿下他，
正当两人僵持时，一个帅气的男人朝他们走来，轻咳一声，才低声说：“她是我女朋友。”“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？”楚西瑶说着，就挽上他胳膊，在男人的注视下，堂而皇之地离开了。走到路的拐角处，他笑着松开手：“谢谢你，刚才帮我。既然没事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”顾正廷着急去见战友，却被楚西瑶扯住衣角：“我请你吃饭吧，不然我会于心不安的。”因为拉扯的关系，一张证件掉落在地。楚西瑶看一眼，眼前男人竟是军官，对他的好感又添了几分。在上一世的时候，李俊臣欺负他家里没人了，楚西瑶现在回想起来，还觉得不寒而栗。爸妈不可能陪他一辈子，那如果有自己的孩子，或许就不会被人再吃绝户了吧。他想跟眼前男人生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孩子的父亲不需要知道一切，只送给他一样东西就好。我真有急事。顾正廷无奈的一笑：“今晚要去喝战友的喜酒，都是10年的交情，如果爽约，那肯定会被骂得很惨。我钱包被偷了，那要不你请我吃饭？”不管如何，楚西瑶就是要赖上顾正廷，给自己孩子找一个最优秀的爹。趁着几分醉意，楚西瑶将男人推倒在床，而他也笑着躺在身旁，指尖轻柔地抚摸他的俊脸：“顾正廷，我又不会吃了你，咱俩就是说说话。你喝醉了。”顾正廷握紧他不安抚小手，却被楚西瑶一个翻身，将他牢牢困在怀里，妩媚的一笑：“顾正廷，我长得好看吗？”“好看。”他一直生活在部队，很少遇到女孩，但楚西瑶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了。“那你亲我呗。”他主动地凑到薄唇，却被顾正廷躲开了，还一本正经地拒绝。部队有规定，跟陌生女人太亲密，是在毁了自己。哪门子破规定？顾正廷，你刚才救我，还请我吃饭，咱俩就是好朋友了。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合情合理。我只跟喜欢的女人在一起，你是吗？他皱眉反问。楚西瑶举手：“我对天发誓，从今晚开始就开始喜欢顾正廷，还只喜欢他一个人，这总行了吧？”说完，他凑在薄唇偷亲一下，淡淡的薄荷香味让楚西瑶眉头一挑，笑盈盈地说：“你好香，我就喜欢干净的男人。”被撩到这个地步，顾正廷就是在凉薄，也不能随他再胡闹下去，单手将他困在怀里，一脸苦笑地问：“楚西瑶，你确定要跟一个陌生男人一度春宵吗？不考虑他的家世，不过问他的工作是否身心健康，你都不在乎吗？你是当兵的，又是军官，国家自会为我把好关。顾正廷，你现在要推开我，那我走。如若不是，你就别再浪费好时光了，好吗？女人太猴急，可不是好习惯。”楚西瑶凑近又偷亲一下，才笑盈盈地说：“那只能说是你太优秀迷人了。”为了给孩子找个爹，他可是大胆的能捅破天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万一今晚失败了，那他就当一场美好的回忆，左右自己也不吃亏。一夜过后，楚西瑶趁着男人还在睡，忍着浑身酸痛，穿好零落一地的衣服，悄悄地先走了。在门关上的刹那，顾正廷猛地睁开眸子，望一眼地上的证件，薄唇闪过一丝笑：“楚西瑶，你想逃走，似乎并不容易。本想多玩几天，
但楚西瑶怕碰到某人，就匆匆坐车回家了。想不到他才出门几天，在回家时竟乱成一锅粥了。伯父伯母，还是我来处理这只鸡。李俊臣望着客厅里的鸡，卷起袖子就要抓它，人追鸡飞，场面一片混乱。为了活命，这只鸡直接飞到茶几上，而他因为脚底打滑，顺势磕到桌子腿，疼得他双腿跪在地上。而这时，楚西瑶正好从外面回来，看着单膝跪地的人，轻咳一声的打招呼：“李俊臣，你来就来，干嘛把自己搞这么狼狈？”“瑶瑶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们聊，我和你爸把鸡赶出去。”说着，老两口把鸡往院里赶，嘈杂的客厅终于安静下来了。“你来找我，有事？”楚西瑶放下行李箱，狐疑地问。既然已经取消婚事，再这么频繁见面，似乎不好吧？不过既然来了，那就顺势而为，开始报复呗。李俊臣羞红脸地站起身，温柔地朝他一笑，才说：“瑶瑶，我母亲病重，想让你过去一趟。伯母生病，我是该去看一眼。李俊臣，这是我带回来的特产，送给伯母可以吗？”“行啊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妈都喜欢。”刚回家，楚西瑶就被李俊臣带着回李家了。两人赶进门，屋里坐着一个男人，眉清目秀，十分的养眼。再定睛一看，楚西瑶就吓得后背一凉，跟他一夜情的男人竟追到李家来了。两人四目对视，玩味的一笑，让他只想逃走了。“那个，我突然有事，李俊臣，我改天再来看伯母。”楚西瑶刚要走，就被李俊臣扯住胳膊，而这时李俊成的奶奶也笑着走过来，而此时的顾正廷意味深长地盯着他，就让人心里慌的一批了。“瑶瑶，这才刚来就走，奶奶特意为你包的饺子，吃完饭再走，好吗？”奶奶拉住他的小手，两人一起坐沙发里，而楚西瑶余光一瞥，正好与他对视，灼灼的眼神让他心里更慌了。“奶奶，这是我带的特产，给您拿过来尝尝。”奶奶看一眼点心，又看外甥带回来的特产，抿嘴一笑：“你和正廷都有心了。瑶瑶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顾正廷，俊臣的表哥。你要是嫁进李家，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。”楚西瑶尴尬的一笑，世界真的小，越不想见的人，竟让他又给撞上，这下该乱套了。“瑶瑶，那天是俊臣太冲动了，其实他心里是喜欢你的，不如趁着家里人都在，把你俩的婚事给定下来。”李俊臣的母亲温柔地拍一下他的手，想着有个台阶下，楚西瑶总该是能回头了。谁料他竟笑着抽回手：“伯母，我其实有喜欢的人了。”“你才出去3天，咋就能遇到喜欢的人？而且你不是一直喜欢俊臣，发誓非他不嫁的吗？”听到这话，顾正廷冷冷地望向他，四目对视，楚西瑶紧张地倒抽一口凉气：“伯母，奶奶，我喜欢的人，你们也认识，是俊臣吧？”李俊臣的妈得意地问。他苦笑摇头：“奶奶倒是贴心，瑶瑶，不管你喜欢的是谁，奶奶都喜欢你。”“奶奶，我喜欢的人就是……”话说一半，楚西瑶就被李俊臣拉住小手，想要挣脱，就被他趁机抱住了。“奶奶，妈，我带瑶瑶去屋里一趟，有话想跟她单独说。”李俊臣：“有话就在这说，还有，你别拉拉扯扯，让人看到了误会。”
楚西瑶眼瞅着顾正廷要走，忙大声说：“我喜欢你表哥，而且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屋里的人都震惊了，尤其是顾正廷，眉头一挑地看向他，眼神里的复杂让他紧张的一笑：“正廷，我知道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跟我结婚，早晚都要告诉家里人，你不会怪我先说吧？我们好到谈婚论嫁。”楚西瑶笑着走到他身旁，主动地挽上胳膊：“你对我的好，我心里都清楚。正廷，你是一名军人，最注重责任心，一定会娶我，给我幸福的，对吧？”顾正廷没有反驳，苦涩一笑地望向外婆：“我们只是认识，没有他说的关系。外婆，你别多想。奶奶，我和顾正廷是真爱。”楚西瑶甜笑地表达心意，还不忘温情地靠在他肩头，让一旁的李俊臣看得脸都绿了。“哥，你是我爸妈一手养大的，现在竟跟我前女朋友？”顾正廷眉头一皱，冷冷地看一眼李俊臣：“她想要嫁给谁，不是我能管的。”言外之意是李俊臣自己没本事，抓不住女人的心。“奶奶，你听到了吧？我哥这是明着欺负我。”奶奶安抚自己亲孙子，才又看向楚西瑶：“瑶瑶，你真的喜欢顾正廷？”他捣蒜般的点头：“那行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那就及早结婚。正廷，你这次休假回来，正好把婚事办了，你爸妈在天有灵，也终于可以放心了。”李俊臣的妈有些埋怨地从卧室走出来：“妈，连你也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瑶瑶是俊臣的女朋友，若不是小意外，他们早就结婚了。现在竟出这档子事，这不是明摆想让我死？淑娟，你也别生气，我刚才问过瑶瑶，她心里喜欢的是正廷，难道我还能逼她嫁给不爱的人？更何况一开始是俊臣不想娶瑶瑶，现在他和正廷好上了，你又说不同意，你这个当舅妈的也够偏心了。”奶奶的话让李俊臣的妈雅言，张了张嘴，才只好说：“妈，那这事是瑶瑶先不嫁的，她曾经给的买家电的钱，我们可不用还了。老太太也不想太为难儿媳妇，这钱妈替你还给瑶瑶。”“奶奶，这钱我不要了。”楚西瑶看着眼前的钱，忙摇头拒绝。谁料顾正廷竟开口：“外婆给的，就是对你的认同，你就收下吧。”“顾正廷，你跟我出来。”楚西瑶想着要找无人的地方，跟他把事说清楚。“外婆，我去就来。”奶奶看一眼外孙子，慈祥的笑笑：“你们正是恋爱期，不着急回来。正廷，瑶瑶是好女孩，好好对人家。”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门外的大树旁，楚西瑶才压低声音地说：“顾正廷，我并不想嫁进李家，你嫁给我是进的顾家门，与李家再无关系。”他淡淡的一笑，清风拂面的笑容让楚西瑶看得呆在一旁，自知饭花吃了，忙冷起一张脸：“我就是想应付完今天的事，没想真的结婚。刚跟李俊臣撇清关系，又和他表哥纠缠不清，楚西瑶想想都觉得头大。”顾正廷单手将他抵在树旁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利用我跟李俊臣撇清关系，这么轻易就想甩掉我，就不怕我去你家找你的爸妈，把咱俩在海南的事通通告诉他们？我就不信他们听后还赞同你跟我一刀两断。顾正廷，你是一名军人，不能这么小气。”
正因为我是军人，才更要遵循一件事：既然两人有关系，就要对彼此负责，不然就是在玩弄感情。楚西瑶，你确定要对一个军人做这么残忍的事情？楚西瑶苦笑地打哈哈。顾正廷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你说咋办吧？除了结婚这事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钱？他承认喜欢顾正廷，但喜欢和结婚是两码事。毕竟在前世的时候，楚西瑶被李家人伤得体无完肤，最后还被推下海里，这样悲惨的下场让他重活一次，再不敢轻易涉足婚姻。顾正廷是个例外，但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，除非他可以接受做自己一辈子的情人。没有婚姻的束缚，谈一辈子恋爱，或许他们能过得很幸福。这样也不会再有人想着吃他绝户了。想收买我，成吗？他笑着问。顾正廷凑近脸前，玩味的一笑。楚西瑶，我知道你不想嫁人，我也不想娶妻，不如咱俩搭个伙，自此之后，你多一个军官丈夫，而我多一个小富婆妻子，互惠互利，你觉得呢？给我3天时间，我要好好想想。顾正廷看一眼手表，我只给你3分钟时间。被他紧盯着，楚西瑶也逃不脱，只能被动地点头。我可以嫁给你了，但我跟李家的事，你以后不能插手。好，我听你的，不过我记得那晚，可是你的第一次，你干嘛这么狠李俊臣？被他逼问，楚西瑶苦涩一笑，反正他做了一堆烂事。顾正廷，你答应不会插手的，可不能转身就反悔。他警告地扯住衣领，顾正廷顺势地靠在他肩头，嗅着淡淡的兰花香味，眼里都变炙热了。单身28年，想不到竟栽在楚西瑶手中。不过想起那晚的种种，顾正廷嘴角不禁上扬，看他的眼神也变更热了。放心，当兵的男人是最疼自己媳妇的。楚西瑶看他眼神复杂，猛地推开了他。顾正廷，我要回家了，你也赶紧回去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他想要拒绝，却被顾正廷扯住衣角，一脸坚毅地盯着他，自己坐上来，还是我抱你上车？不等他再说话，楚西瑶自己坐进车里，扫一眼干净的内饰，还有车内清爽的味道，就让他眉头舒展了。顾正廷，你们当兵的还挺有钱嘛，现在有车的可很少。顾正廷温柔一笑，这是借的战友的，因为要带外婆回老宅，所以有车方便。楚西瑶，听说你答应李俊臣，婚后会送他小轿车。我那是昏头了，才会答应他无理的要求。顾正廷，你是一名军人，想要买车的话，会不会违反部队朴素的作风？自己买车的话，确实有点铺张浪费，不过要是媳妇送的，那就没问题。我以为你也会送我一辆，看来在你心里，李俊臣还是最特别的。他委屈地叹口气。被将一军，楚西瑶就不乐意了。顾正廷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也可以送给你，不过咱俩是假结婚，你真确定要花我的钱吗？这样一来，咱俩关系就变得不清白了。行婚也要领结婚证，而且万一哪天你若是想跟我做真夫妻，咱俩就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。楚西瑶，你是家中独生女，就不想要个自己的孩子？这话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让楚西瑶赞同的点点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车我明天就给你买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
孩子必须随我姓。行啊，只要你舍得买车，生几个孩子我都配合。成交。达成共识后，两人相视而笑了。回到家，顾正廷非要进屋坐坐，刚把他带进客厅，楚西瑶的母亲就一脸惊讶地指着他：“小顾，你咋来家里了？”小顾，你们认识？楚西瑶狐疑地问。他母亲一脸兴奋地给顾正廷端茶倒水：“你张阿姨要给你介绍对象，那人就是小顾。瑶瑶，你不会明着说不见，自己偷偷跑去相亲了吧？是不是像妈说的，见过就后悔，见太晚了？”伯母好，我现在是瑶瑶的男朋友了。是吗？那你们打算啥时候结婚？听到他母亲的话，顾正廷脸红的一笑：“伯母，我这次过来就是要跟你和叔叔商量，我和瑶瑶的婚事，因为我是探亲回来的，所以想在回部队前就把婚事给定下来。”那很好啊，你的为人，张阿姨早就告诉我们，既然你们俩觉得合适，那我和叔叔就希望你们能尽早完婚，这样一来，我和你叔叔也可以放下一块心病。听自己父母恨不得她马上就嫁出去，楚西瑶有些恼地打断他们：“爸妈，我才24岁，不着急嫁人的，就算是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也要问问我的意见吧。”瑶瑶，那你打算啥时候结婚？母亲低声问。楚西瑶羞红了脸，正不知如何开口，一旁的顾正廷温柔握住她小手：“伯父伯母，我对瑶瑶一见钟情，此生非她不娶，而且我们已经商量好，等有了孩子都随她姓。”这份满满的爱意让楚西瑶的爸妈都感动得眼眶微红了，不禁感叹：部队里的男人果然是最优秀、最有人情味的，也是最适合嫁的男人。听他都这么说了，楚西瑶也感动的一批：“爸妈，我和正廷都说好了，等去部队领完结婚证，我就回来陪你们，咱们还是最幸福的一家人。”上一世的时候，爸妈在参加完婚礼回去的路上就出车祸了。这一次回来，楚西瑶再舍不得离开父母，只想一刻不停地守在他们身边，好好孝顺他们，弥补上一世的亏欠。这可不成，我和你爸还想去外面旅游，你若是在一旁，是很影响我们生活的。正廷，等你们结婚了，就让瑶瑶住在你们大院，你替我们照顾好她，哪天她万一做错事，你也不要太惯着她。知道了，伯父伯母。顾正廷笑着点头，而一旁的楚西瑶一脸的不情愿：“爸妈，我才是你们女儿，你让一个外人教训自己女儿，这像话吗？正廷是你以后的丈夫，也是我们的女婿，女婿半个儿，怎么能叫外人？瑶瑶，以后嫁人了，要跟正廷相亲相爱，可不许再耍小孩子脾气。伯母，我喜欢瑶瑶的天真善良，你和伯父放心好了，我会像你们一样爱护瑶瑶，就算是她对我做，那也是我荣幸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”他母亲感动的点头。现在看顾正廷，是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满意了。从家里出来，顾正廷是被他拽着出门的。两人来到外面了，楚西瑶才掐着腰的冷冷看他：“顾正廷，我现在才发现你比李俊臣还会装。”他低头轻吻上粉唇，离开时轻咬一下唇角，才吃味地说：“瑶瑶，任何男人都不喜欢女人在自己面前提别的男人，自己的亲表弟也不行。
你吃醋了？他扑哧笑了。顾正廷微皱眉头，我只是听着刺耳。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不在你面前提任何的男人，我爸都不提。伯父是唯一例外。瑶瑶，我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，认定一个女人才会跟她在一起。说完，他委屈地叹口气。楚西瑶听出话外音，轻柔地指一下他胸口，有话就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我就想知道，如果咱俩不是在李家遇到，你是不是打算再不见我？在海南的那一晚，你就当是无所谓的露水情吗？想不到你很挺古板。他憋住笑地说。顾正廷眉头一挑，顺势将他扯进怀里，突来的低气压让楚西瑶想要挣脱，却被他紧紧地攥着纤腰。你还没回答，若是不再遇到，你是不是决定死不认账了？楚西瑶淡然地盯着他，看了许久，才开口。顾正廷，我是想过以后都不再见你，可咱俩这不是又遇到了，那就说明咱俩有缘。现在我都答应嫁给你了，你还想咋样？吻我？他委屈地说。见他快哭的眼神，楚西瑶讨好地踮起脚尖，在薄唇轻轻一吻，才见他眉头舒展了。楚西瑶，以后你要再敢丢下我走，我就去找爸妈告状，看他们管不管你。说到最后，顾正廷的眸子竟变得更湿润了。见状，楚西瑶温柔地擦净他眼角的泪，轻声哄他，别哭了好吗？再哭，我就真的不嫁你了。你敢？他又凶又委屈的样子，惹得楚西瑶扑哧笑了。你都哭了，我还哪敢惹你？顾正廷，你的那些战友可知道你这么爱哭？我只是不想被人抛弃。他突然想到，顾正廷幼年就父母双亡，后被舅舅舅妈养在身边，还霸占所有家产，也是一个可怜人。而自己却惹到他的伤心事，只能温柔地抱住他，小声哄道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变心，我绝不抛弃你。楚西瑶说的可不是大话，像顾正廷这样的结婚对象，只要安分守己，他们一定能相敬如宾一辈子。顾正廷感动地抱住他，温柔地在耳边低语，瑶瑶，我绝不会变心。1周后，楚西瑶因为胃疼，顾正廷开车送她去医院，却不想偶遇了前男友和她的情人。这是她第一次正面见到昔日闺蜜，小鸟依人地待在李俊辰身边，讥讽地一笑。楚西瑶走近他们，张苏曼，曾经你劝我李俊辰是个渣男，让我及早跟他分手，现在你倒跟他好上了，真是讽刺。张素曼没有想到会在这见到他，尴尬地挤出笑。瑶瑶，你误会了，是你们分手后李俊成才追的我。那就祝你们幸福，我也同样祝福你。张苏曼笑着说，却被楚西瑶鄙夷地瞅一眼，祝福我，你还不配。他说完，挽上顾正廷的胳膊，想要出门透口气，却被身后声音喊住，瑶瑶，你是在生气，俊辰最后选择了我。这是分明的挑衅。楚西瑶笑着转过身来，上下打量他一番，张苏曼，你应该怀孕了吧？这是要产检还是要做流产手术？有了孩子都不能让你嫁进李家，看来你在李俊辰心里也不过如此。我只是胃疼来看病的。张苏曼无力地辩解。楚西瑶缓缓走近他，低声又说，张苏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李俊辰是你掌控不了的男人，
他在跟你交往的同时，还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跟他商量生下孩子。楚西瑶，你少污蔑人！你跟我表哥未婚先孕，自己不守妇道，就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？曼曼，我们走，我真怕你被他带坏了。李俊臣情急地拉着张苏曼离开，而一旁的楚西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他扯一扯顾正廷的手，你这个表弟还真是傻得可爱，竟把多情的女人这么专一地哄着。顾正廷附和的一笑，他们这是相同的性格互相吸引，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。果然，楚西瑶不过是随意的挑拨，就让李俊臣和张苏曼大吵一架。之后的许多天，两人都没有再联系，让他们互相猜忌，这样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比起李俊臣曾经对他的伤害，让他一败涂地，或许才能让他解恨。又相处一周，今晚楚西瑶要去老宅吃完饭，因为明天一早他就要跟顾正廷去部队大院了。临走前来看看外婆，想不到竟能偶遇李俊臣。楚西瑶，我们聊聊。见他想躲开，李俊臣伸手拦住，一脸笑地递过去一杯水。楚西瑶，你在医院那些话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，才故意的离间我和张苏曼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想你们太开心。李俊臣苦笑的又凑近，那你真的喜欢我表哥吗？与你无关。楚西瑶有些后悔了，没跟着顾正廷一起去买菜，而是在这等着他。恰巧外婆正在睡午觉，才让李俊臣有可趁之机来面前隔应自己。瑶瑶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顾正廷心里有个白月光，也可以说是朱砂痣，反正是他得不到的女人。你应该懂的，男人得不到的女人，心里会记一辈子，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楚西瑶将他给的水一股脑地泼在他脸上，才笑着说，你少泼脏水，不然下次我就动手抽你。李俊臣，我是你表嫂，以后见我尊重一点。你这是恼羞成怒。我只是懒得跟你这个烂人讲话。而这时，外婆从卧室走出来，李俊臣一脸的狼狈，气鼓鼓地转身走出家了。外婆，顾正廷是有一个喜欢的女人，后来把她给甩了。外婆点点头，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。我记得正廷是伤心过几天，不过现在有了你，你就是他最爱的女人。瑶瑶，你要相信自己的魅力，女人自信了，才是最厉害的武器。她也释然地笑笑，外婆，我会守护好自己的婚姻。晚饭时，楚西瑶故意喝了不少酒，等到晚饭后，她已经醉意朦胧了。你喝醉了。顾正廷收拾完厨房的碗筷，才发现他已经躺沙发里，蜷缩着身体，像极了慵懒的小野猫。尤其是妩媚的朝他一笑，让顾正廷一颗心都乱了。顾正廷，抱我回房间。他张开双手，顾正廷温柔地抱起人儿，大步走进客房，刚把人放在床上，就被他攀上脖子，凑近在唇上亲一下，才笑着说，顾正廷，你心里有别人，干嘛还要娶我？我们还没领证，就让我知道这些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每次结婚都遇到事，看来我是天生不适合结婚。楚西瑶无奈地苦笑，他此时在心里想，或许过了今晚，他们也就不必领证。结婚的两个人可以不爱，但如果一方有深爱的人，那维持无爱的婚姻
也就毫无意义。顾正廷哄他的在额头吻一下，才低哑地说：“外婆都告诉我了，李俊臣跟你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相。瑶瑶，我不是一个会被支配的人，如果不喜欢的人，别人强迫也没用。我既然会娶你，那就说明我心里喜欢你，在意你，你可信我？那你吻我。”楚西瑶张开双手，想要投怀送抱，而一旁的顾正廷隐忍地帮他盖好被子，才宠溺地看他一眼：“瑶瑶，你安稳地睡一觉，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早上火车。你不爱我？”他委屈地质疑。顾正廷温柔地在粉唇啄一口，才压住心里躁动地说：“瑶瑶，这是外婆家，你还是安心睡觉。我就在客厅的沙发里，有事随时喊我。”在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楚西瑶终于确定，顾正廷的心里真的有另一个女人的存在了。他都这么主动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坐怀不乱，而他竟冷漠的让他觉得浑身发冷。如果两人没有爱，那他也不必有心理负担，一场婚姻换来一个孩子，或许也没有白费功夫。终于来到部队大院，顾正廷一进门就开始收拾，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而楚西瑶因为感冒了，早早就上床休息，一连几天他们都是各睡各的，没有一点新婚夫妻的温情。楚西瑶也懒得敷衍，感冒好点了，他就去外面找工作，因为爸妈在这边有朋友，所以很快就找到一份工作，工资不低，待遇好，让他烦躁的心终于得到几分安慰。周一的早上，楚西瑶正要去上班，就被顾正廷拉住小手，一脸笑地说：“瑶瑶，今天请假，我们去领结婚证。”他微微一愣：“顾正廷，你真想跟我领证？”他郑重地点点头：“领完证你万一反悔，那我们就需要离婚，这岂不是更麻烦？”楚西瑶见他脸色难看，不想把事情闹僵，才又笑着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先交往一段时间再领证，才不辜负彼此的真诚。你觉得呢？”“我想领证。”瑶瑶。楚西瑶本想一口回绝，但想一想，万一有孩子，总要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父亲，便笑着点头：“好，那我跟公司请假。”两人顺利地领证了。顾正廷拿到结婚证，眼眶变得湿润，他温柔地盯着楚西瑶：“瑶瑶，今晚我们庆祝一下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”他深情地抱住她，嗅着淡淡的兰花香味，一颗心都跟着沉沦了。“好啊，那我下班回来会多买几个菜。”因为只请一上午的假，楚西瑶就匆匆去公司了。因为攒了不少工作，所以一直加班到晚上，竟忘了与顾正廷的约定。“楚西瑶，外面在下雨，要不我送你回家？”“我可以坐公交车。”他直接拒绝男同事的好意，拿着包包走出公司，才发现天都全黑了。这个点早没公交车，而下雨天又打不到出租车，男同事又笑着邀请：“现在都晚上8点，要不我请你吃饭？”不好一天拒绝2次，楚西瑶笑着答应：“那行，我请你吃饭。”随后两人就去了附近的餐馆，几杯啤酒下肚，男同事笑着问：“楚西瑶，我看过你的简历，是名牌大学生，还嫁给一名军官，那你一定很幸福吧？”“幸福？他对我很照顾，我是很幸福。”不过他竟欲言又止了。他并不想跟一个普通同事说太多私事。一看这话，
男同事笑着安慰他：其实我的婚姻也不幸福，我和媳妇是家里包办婚姻，认识不到1个月就领证结婚。她现在怀孕了，就更对我冷漠不关心。你说我们凭什么都不幸福？男同事很明显想趁着老婆怀孕而在外面偷吃。楚西瑶敷衍的一笑：张刚，你媳妇肯为你生孩子，就说明心里爱你。你要是在她孕期背叛，这是很严重的错误。我劝你善良。撂下一句话，他毫不犹豫地起身，走到柜台付完账，就匆匆地走进雨中了。楚西瑶，我送你回家吧。男同事又打着伞追出来，不依不饶的样子让楚西瑶反感地后退一步，跟他隔开距离。张刚，你再靠近一步就是想破坏军婚。你确定自己能承担这个后果吗？楚西瑶，我只想对你好，我不需要。楚西瑶并不在意被淋湿，急匆匆冲进雨里了。因为跑得太急，他竟一头撞进一个怀里，抬眸间与顾正廷对视了。是你？下雨天不打伞，诚心想让自己生病吗？说话时，顾正廷举起一把黑伞，把他护在伞下了。我忙着加班，并不知道外面下雨。她突然就有种被自己丈夫抓现行的感觉，心里慌的一批。顾正廷温柔地擦净她脸上的雨水：走吧，回家。回到家了，楚西瑶去浴室冲一个热水澡，再出来时，顾正廷正在厨房忙碌着。他趴在门框静静地看着。顾正廷猛地回头，让他紧张的心漏跳了。对不起，我忙了一下午，竟忘了晚上要庆祝了。现在吃还不晚，坐下吧。他乖乖地坐下来，顾正廷递给他一小杯酒，才低声说：今天是特殊日子，你可以少喝一点。顾正廷，我今晚跟同事在一起吃的饭。他愧疚地坦白。我都知道，你跟他义正言辞的时候，我就在窗外。瑶瑶，是我做的不够好，让你误会我不够在意你。我先自罚3杯。说完，顾正廷连着喝了3杯白酒，才笑着又望向他：瑶瑶，在外婆家里，我其实想跟你睡一起的，但碍于外婆在隔壁，我只能去睡的沙发。是这样啊？他竟羞红脸了。顾正廷故意凑近的，隔着桌子吻一下他额头。再来大院的这些天，我一直顾及你感冒了，才没有去你房间睡。瑶瑶，你不会以为我对你没有感觉吧？不是这样吗？他苦笑地摇摇头。我是因为太在意，才不想在你生病时，而只想着男女之事，正因为喜欢，才更在意你的感受。误会解开，楚西瑶嘴角也压不住地笑了。顾正廷，我就喜欢张嘴的男人，这样把话讲出来，就不会有误会。我敬你一杯。我干了，你随意，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我可不想你喝醉了。楚西瑶温情地掐住他下巴，妩媚笑着说：听你说在意我，喜欢我，那我跟你的白月光比，哪个更让你动心？顾正廷在粉唇啄一口，才羞红脸地说：我18岁认识他，2人交往不到半年，他就因为傍上大款而主动写信提出分手。我们俩的感情只是相亲时见一面，我连他的手都没拉过。你说这样的交往能算是白月光吗？那你10年不谈恋爱？他将人儿抱在怀里，强势吻过之后，才又说：我只是不想谈，但在海南见过你后，我就在心里确定了一件事，你是我要等的女人。瑶瑶，我算不算痴情？
算啊，怎么不算呢？顾正廷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我会好好跟你相处，争取跟你做一对模范夫妻。顾正廷懒腰将他抱起来，边走边说：瑶瑶，说到就要做到，我很期待你今晚的态度。自从两人将开后，顾正廷就发疯一般的迷恋楚西瑶，只要是两人在一起，每晚都缠着他。当兵的好体力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了。1年后，楚西瑶从未想过自己的婚后生活会是如此幸福甜蜜，她不禁期盼在未来的每天都能幸福安宁。或许老天让她重活一次，并不全为了报仇，而是想让她能真正的爱一次。原本以为有了孩子，她就可以一走了之，可现在楚西瑶竟因为迟迟不能怀孕而苦恼。毕竟人一旦有爱了，就更想跟爱的人能有一个爱的结晶。楚西瑶，我想见你。在公司里，他竟接到李俊臣的电话：有事你就去找顾正廷，我们俩现在没啥好聊的。我就在你公司楼下，你不见我，那我就上楼找你。好吧，公司楼下咖啡厅，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。楚西瑶扫一眼一脸憔悴的李俊臣，竟没忍住的笑了。才1年未见，你竟这么狼狈了。楚西瑶，那还不都怨你？当初你要是嫁给我，我就不会失去一切。现在女朋友跟人跑了，我母亲也生病住院，你能借我一点钱，让我去交住院费吗？这事我还真帮不了你。就在刚刚，我交了房子的首付，手里现在1分钱没有了。他无奈地摊摊手，就算是有钱，楚西瑶也不会借给他。想起曾经的伤害，这样的惩罚对李俊臣还是太轻了。楚西瑶，我爸妈养大了顾正廷，这钱你必须借给我。你爸妈养大的顾正廷与我无关。李俊臣，要不是你太作，把好好的工作弄丢，又跟张苏曼混在一起，被他花光所有的钱，你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惨。不过这也是该受的，被人抛弃一无所有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瑶瑶，求你帮我一把，我借了高利贷，如果这月不还钱，我就要被他们打死了。李俊臣情急地想要握住他的手，竟被楚西瑶一杯咖啡浇得一身狼狈了。李俊臣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现在越惨，我就心里越开心，因为你对我的伤害，这些下场还远远不够呢。瑶瑶，我们曾经爱过，你就忍心看着我死？他竟哭了。楚西瑶鄙夷地看他一眼，我还真想看着你这样去死。你啥时候这么狠心了？李俊臣觉得现在楚西瑶冷漠的自己都不认识了。我只怪自己醒悟得太晚。李俊臣，以后少在我面前晃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楚西瑶起身要走，却被他扯住胳膊。两人正在僵持时，顾正廷缓缓走过来，见状，李俊臣忙松开手了。表哥，你要救我。我说过别找瑶瑶，这钱我不会借给你，他更不会理你。可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会被他们打死。表哥，你就再帮我最后一次，求你了。李俊臣苦苦哀求，却始终未打动顾正廷。他冷漠地说：李俊臣，我可以管你母亲，因为她从小把我养大，但你偷了外婆的钱，还把舅妈治病的钱给输光，我都懒得管你。被戳穿的李俊臣无奈地苦笑：你们见死不救，万一我真的死了，你们就是帮凶。
你放心，你死了不要紧，我会替你照顾好舅妈。被顾正廷的这句话堵得他哑口无言，因为讨不到便宜，李俊臣只能悻悻离开。据说他后来跟了一个富婆，这个女人40多岁，帮着还了所有的欠款，但李俊臣从那天开始就跟着富婆去了外地，从那之后再没有见过她了。命是保住了，但活着也不会太轻松，毕竟要一直取悦别人，生活不会太容易了。而顾正廷和楚西瑶的生活却是越来越甜蜜，幸福的生活又过了2年，除了没有一个孩子，他们的婚姻甜美的令人艳羡。在去执行任务的前一天，顾正廷温柔地抱住她，凑在额头吻一下，瑶瑶，等我这回回来就请一次长假，咱俩去外地旅游，就当补上蜜月旅行了。顾正廷，可我想先去医院一趟，我们都结婚3年，我一直没怀孕，总觉得心里不安。他安抚地抱紧她，没孩子也挺好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我会当女儿宠你一辈子。我等你回来。他柔情地说，等我回来，咱俩就生一双儿女，也好牢牢地将你困在我身边了。说完，他深情地吻上粉唇，一想到要短暂地分开，顾正廷的爱意就更浓郁，似乎想要一直这么爱着，不舍得浪费1分1秒。说好的只走1个月，顾正廷已经失踪1年了。这段时间里，楚西瑶一直托人在寻找他，而部队也没放弃的找人，却都是石沉大海。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坦然处之。而楚西瑶也因为找他而辞掉自己的工作，循着他执行任务的地方，按照村和小区为单位的找人，逐一排查，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现的地方。想不到在某天的下午，竟真让他找到人了。顾正廷一身慵懒的打扮，怀里拥着一个女人，两人亲昵地说这话，让楚西瑶看得惊在原地。许是觉察出被盯着，顾正廷竟猛地回头，四目对视，他冷冷地走过来，你咋来这里了？部队说你失踪了，极有可能死在外面，我偏偏不信，天南海北找你1年，想不到你竟背着我谈恋爱。原来你失踪只是为了摆脱我。楚西瑶，你活该被甩，这么粘人又不识趣，没哪个男人会喜欢。要我走可以，先把离婚证扯了，我可不想一直被戴绿帽子。就在两人僵持时，女人笑着走过来，肆意打量了他一番，才挽上顾正廷的胳膊，亲爱的，他到底是谁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还有这么美的红颜知己？顾正廷没有回答，而是冷漠地给楚西瑶一巴掌。他一直死缠烂打，很让你讨厌。阿新，在这个世上，我除了你，谁也不爱。既然讨厌他，不如把他交给我，我有千百种方法，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顾正廷眉头一挑，猛地掐住楚西瑶的脖子，我都说了很讨厌你，你要是再不离开，我就把你丢给人贩子，落在他们手里，你想要的一切就会化为泡影。我倒是想看一看，到那时候你还怎么当一个娇娇女。说完，他猛地松开手，楚西瑶就这样摔倒在地上，而顾正廷挽着女人的纤腰，亲昵地上了一辆豪车，消失在他视线里。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雨，楚西瑶踉跄地站起身，失神地走在路上。这一刻他真的万念俱灰了，
眼泪混着雨水，让他的视线变得模糊，人也晕倒在地上。再醒来时，他被安顿在一个旅店里，望着床边熟悉的影子，楚西瑶猛地坐起身：“你走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”顾正廷强势地吻上粉唇，肆意地亲昵许久，才将气喘吁吁的人松开。瑶瑶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你先离开，我会让朋友送你回家，之后的事我会慢慢再解释给你听。我走可以，给我一个孩子，不然这场婚姻我就真输得一塌糊涂。不行，他在执行危险的任务，能不能活着回去还是一个未知数，不能让最爱的人儿独自抚养一个孩子。那好，你现在送我离开，等我回家以后，我想要找谁做什么事，就都不归你管了。楚西瑶忍着酸痛坐起身，因为发着高烧，她现在头晕得厉害，正要起身走出旅馆，却被顾正廷单手扯进怀里，凑近耳边低哑地说：“你真想要个孩子？我现在反悔了。”顾正廷轻身吻上粉唇，不给他说话的余地。这一夜，他倾尽全力地爱着楚西瑶，在天未亮之前，最后的吻一下怀中人儿，顾正廷就匆匆离开了。然而在3天后，郊区的别墅里，竟让他再次见到楚西瑶了。黄心妩媚一笑：“正廷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不能放过他。毕竟是见过我们的人，活着是个麻烦，但他毕竟是你的人，要不要处理，我听你的。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黄心，你没必要揪着他不放。”顾正廷坐在沙发里，点上一颗烟，深吸一口气，才冷冷望一眼楚西瑶：“要想活命，就当自己是哑巴，不然你就会被丢进海里为鲨鱼。喂鱼多费劲，不如一枪解决了它，你既能安心，我也放心了。”黄心说完，让手下丢给顾正廷一把手枪。话赶话到这里，楚西瑶大声地笑起来：“顾正廷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一枪杀了我，不然我逃出去也是会去报警，让警察把你们都抓起来，别以为看不出来，你们就是无恶不作的人贩子。正廷，还等什么？你现在不杀他，他就会反咬你一口，到那个时候，连累的可是所有的兄弟。”顾正廷举起手枪，直抵着楚西瑶的额头：“你就该死！”他扣动扳机，一枪打在楚西瑶的胸口。他应声倒地后，身上不断地流出血来，不过是无力的一笑，就昏死过去了。黄心妩媚地搭上他的肩膀：“看来你真的很讨厌他，顾正廷，你也是手上沾人命的人了，哈哈。”顾正廷肆意的一笑，伸手扯住他的纤腰：“我早说过，只要给的钱够多，我可以为你杀光所有人。”在这一刻，黄心终于放些警惕，终于相信顾正廷了。而他哪里知道，这一幕不过是顾正廷刻意给他演的戏，只为获取他的信任，而更快地完成抓捕行动。9个月后，在市里医院的产房门口，顾正廷一脸疲惫地从楼梯口跑上来，看一眼岳父岳母：“爸妈，瑶瑶现在在哪？你可算回来了。”瑶瑶刚被推进产房，那我进产房陪她。她急切地冲进产房了，丝毫不顾及自己狼狈的样子会吓坏了楚西瑶。普通病房里，楚西瑶微微睁开眸子，就看到一脸胡渣的顾正廷，伸手抚摸他苍白的俊脸：“顾正廷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们有2个儿子，你可开心？”他感动的眼眶湿润，
温柔地吻上他的手背。瑶瑶，我已经跟上级申请退伍，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和孩子们，不当英雄了。他哭红眼地摇头，我只想当你的丈夫，没有比这个称呼更让我动心的了。楚西瑶温柔拭去他的眼泪，黄鑫，就是你的前女友吧？我听你们首长说，你为了执行任务，以身入局，若不是我突然出现，你或许早就完成任务，是我连累你了。顾正廷凑在额头吻一下，才深情地说，瑶瑶，是你帮了我大忙，要不是你假死在他面前，黄鑫也不会彻底信任我，能够顺利完成任务，你的功劳最大。那我们一家4口终于可以蜜月旅行了。他幸福笑着点点头。楚西瑶单手将他脖子拉低，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痴痴地说，顾正廷，经历这次生死后，才发现自己爱上你了。我也爱你，早在海南遇到你的那刻，我就心里明白，再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久别重逢，劫后余生，他们终于是圆满了。全剧终。